这两者之间的浆液有什么差别？为什么要有这些差别？有很多的施工单位是不愿意接受啊，你这个双叶浆的到底能保我多少年？应该在经济上也应该是有一个竞争力的。专门为了这个项目做个改造，我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划算。邓沟同步注浆成功与否，不仅会影响隧道周边的地层变形，而且关系到隧道称期质量的好坏，是邓沟隧道技术的一个关键点。我们今天的白云说隧节目将讨论这个话题。为此，我们请来了这个领域的专家张延涛先生。他作为土木高级工程师，张总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邓沟隧道施工新工艺和新工法研发。他和他的团队为国内1200多个邓沟下穿风险员提供了方案和现场技术支持。多年的技术积累，使他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1等奖5项，2等奖4项，3等奖1项，出版行业专著6部。下面让我们一起聆听他在这个领域的见解。张总，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来到了福建中天。在我们以前的教科书里边呢，我们对这个同步注浆的定义邓沟的外径和管片的外径，这个有个差异嘛？这个差异形成了一个环形的空间，是需要浆液注入进去，而且是要注入到什么个时间段呢？就是要在地层还没有变形的时候，能够把它注进去。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定义，您认为需要有什么补充吗？刚才白教授讲的，在邓沟基的壳体管片的外径和我们的围岩之间是有一个环形的间隙的。这个间隙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地层损失。我们经常讲的沉降呢，主要是针对于邓沟掘进的过程中产生了地层损失，我们才会讲起沉降，是吧？我们的邓沟的开挖直径跟我们的洞尾直径之间，我们也存在这样一个环形间隙。比如说我们的开挖直径6.48米，我们可能到了洞尾的直径可能是6.43米、6.44米。那么这点间隙虽然比较小，但是我们在穿越一些敏感的风险源，要求沉降数据比较敏感比较小的这时候，这个数据值会比较偏大。所以我们在除了我们的洞尾，也就是管片和我们的围岩之间间隙之外，这一层的地层损失，我们还要去考虑一下我们的开挖直径跟洞尾直径这样一个间隙之间的一个注浆。这两种注浆我们都定义为同步注浆。我们在邓沟基壳体产生的每1公分的间隙和我们的管片外部产生的每1公分间隙，都需要一些浆液进行注浆跟填充。你把那个同步注浆它的一个范围把它划分成2个区段，就是第一个区段是说邓尾部分的这个外径和管片的外径的这个间隙，邓沟的同步注浆装置去解决的。头部和尾部它也有一个直径的变形差，是吧？这个变形差呢，你其实是通过邓沟壳体里边来注入浆液，你这个浆液和你后面的那个浆液，这两者之间的浆液有什么差别？为什么要有这些差别？首先说，我们在邓沟基壳体外部的注浆，大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能不能注的浆液能不能把我的邓沟基壳体抱死或者固结那么它还需要有一定的承载力，也就是说我的强度不能太高不能像水泥浆一样填充在我们邓沟基壳体外部，那么会造成我的邓沟基的推力阻力变大，还有我们的邓沟基掘进过程中的姿态发生一些偏移，那么或者是说卡住我们的盾体，还有我们需要的这根注浆一定需要低压力注入的比如说我们在长三角地区软弱的地层，如果产生高压力的注浆，会产生我们的土体的劈裂注浆，那这种劈裂注浆呢，对我们的沉降控制是不利的。所以基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才会有了国内目前通常应用的一种叫科尼效注浆方式，就是我们在邓沟基的进浆孔的位置同步注入科尼效浆液与水玻璃浆液的一个混合液。那么这种浆液呢，以低压力的注入形式在邓沟基壳体外部进行蔓延，然后后期的它强度不会特别大，但是它只是代表一种填充性的材料，就是说我们的邓沟基壳体外部的间隙能够有效的进行填充。它有2个作用，一个呢，它能够支撑
这个地层不要塌下来。对。第二个呢，你还要防止它不像水泥浆哈，把这个管片给包住以后呢，就是它没有办法往前走了，就贴在上面了。那么水泥水玻璃的话，它的这个要求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在目前国内80%以上的盾构机，目前采用的同步注浆，采用的是水泥砂浆。那么水泥砂浆呢，其实我们在国内应用了这么多年，大家也能感觉到有很多的一些缺陷。我们从2个方面里面来解释。第一个方面，盾构掘进的过程中，地下水文的变化地下水可能比较大，对我们的浆液是有一定的稀释的。在我们实验室做的4个小时到6个小时的这种出凝时间，实际上我们在盾构掘进的过程中是远不止的，可能会达到8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甚至还有更长的时间第二个问题呢，水泥砂浆在我们注浆的过程中，由于我们盾构机的振动对管片的这样一个扰动，我们的水泥砂浆的沙会沉积到我们管片的底部，也就是说我们底部是沙，顶部呢是水泥浆水和水泥浆被稀释的水泥浆，所以这些水泥浆呢会导致我们的串浆渗透到地层里面去，管片上部会产生一个脱空区。这个脱空区呢，可能会导致我们后期的土体的位移沉降或者土体的变形等等这样问题。那随之而带来的浆液的出凝时间比较长，会带来管片上浮。还有我们底部管片下握空间，我们的沙堆积在底部，也会加剧我管片的上浮。还有我们在盾构小半径施工的过程中，管片的错台和破损，都因为我们管片外部的这种浆液它没有一定的强度而造成的。那这就是水泥砂浆的一些缺陷。那我们现在提的盾构的同步双叶注浆呢，是基于水泥浆跟水玻璃这种混合的浆液。我们经常会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2次注浆也是用的是双叶浆，我们的2次注浆可不可以应用于我们的同步注浆这一点我来解释一下。首先说从材料这个配比上面来说，水泥浆和水玻璃，单纯的水泥浆、水玻璃的2次注浆水灰比是1:1，然后做成的那种浆液呢，在与水玻璃按1:1的体积进行混合，在几秒钟出凝了，然后它早期的强度很高，当然它的抗碱性比较差所以这种浆液如果是在作为同步注浆的时候，我们的同步注浆会大家担心的拖入盾尾拖入盾尾刷，所以我们在2次注浆经常是在盾尾拖出管片之后，我们在管片后部的第5环甚至第6环才做2次注浆，就是担心我们的浆液把我们的盾尾和盾尾刷给粘住。那么我们在同步注浆的双叶浆呢，它的浆液需要早期有一点强度，并且它的强度还能达到我们支撑我们上方土体这样一个作用，就可以有效的约束我管片，也就是管片上浮，我出凝时间短，那么可以约束我管片上浮。那么我管片的拼装质量好了之后，我渗漏水的问题也好解决了渗漏水变少了，所以我最后隧道我的管片成型质量比较好，姿态容易控制。大家传统的认为双叶同步注浆的有2个担心一个担心呢就是它堵塞，这个很麻烦的。这个像几十年以前我们做的时候有这种，现在我知道这个技术是比较成熟了。就你们现在做下来的双叶同步注浆，这个堵塞的问题有没有发生过？现在做双叶浆堵塞的几率比较小一些堵管的问题呢，现在是由2个方面里面来解决的。第一个呢是管路的设计，我们这个图可以看得到，实际上新型的双叶浆的注浆管路，它是由4个管路构成的一个油缸，一个是我们的水泥浆，就是 A 叶的水泥浆，还有一个 B 叶就是水玻璃的管路。那么我们在正常注浆的时候，我这个活塞是退回到后边去的，在清洗的时候，我们这个活塞推到前方，这个水的管路一个反送洗的管路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堵管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对于我们的浆液的出凝时间的这样一个配比的问题。2种液体混合之后，续凝时间大约是在一般我们在粉质粘土地层一般是在15到20秒钟左右。
跟水泥浆比例的话，一般是在1:10到1:20之间，水玻璃用量比较少，所以它这种交接之后出来的那种交接体，它不会早期强度太强，也不容易粘住我们的管路。它除了这种回填的注浆之外，它有一个作用是防止我的管片外部，比如说氯离子啊、硅酸根离子啊，腐蚀我的管片。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你用了双叶浆之后，我的耐久性会变得比较差呀。还有人会提出，你这个双叶浆的到底能保我多少年？再回过头里面来讲，作为水泥砂浆，目前国内水泥砂浆的填充材料，在国内就是我们只有的标准是制浆之前的标准，无论是水泥砂浆还是说我们的双叶浆，我们只有前期的标准，没有后期的标准。就是我们注浆注完了之后，后期的标准我们不知道，管片外部什么情况不知道，我们只能参考一下国外的某一些的，就是注浆过程中的一些标准，比如说新加坡啊，包括印度哈，包括意大利，包括中国的台湾地区，他们在注浆过程中是有一定的要求的。24小时啊，或者是说我28天到底强度要达到多少强度，这是有规范的。海外的地方有很多一些规范，但是中国我们大陆地区现在是没有，这是我们欠缺的地方。那么这是我们讲规范。那么第二个方面里面来讲，刚才我们介绍了防治毒管的这种注浆管的改造啊，这种注浆管我们传统的水泥砂浆的那个注浆管是没办法完成的，它必须要对盾尾进行改造，这里面可能会浪费一部分的一些成本，就是可能大家说我传统盾构机已经这么多了。闲置率也比较高，我现在要把盾构机专门为了这个项目做个改造，我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划算，可能是没有做这方面的改造的这种经历。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呢，是目前制约我们双叶浆的，是我们对我们盾尾的注浆管的空间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盾尾的厚度的问题。目前国内里面应用的大部分的盾构机的厚度，盾尾的厚度是7公分左右，光双叶浆的这个管路的设计的话，它都要达到5公分到6公分之间，盾尾的这种厚度要达到10公分，是10.5公分左右。这种设计呢，有很多的施工单位是不愿意接受啊，因为大家认为就是我的盾构机壳体明明比较薄啊，我不希望我的盾尾这边忽然间又隆起来一部分啊，对对对。这个可能是我们存在一个，就是对于盾构机厂家里面来讲，他不愿意做这方面一个改造的一个原因。那么后期双叶浆，但是在双叶浆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包括海外应用了这么多年，它有它的优势的地方啊。优势地方第一个就是我整体的隧道成型质量肯定是比较好的。在地铁的盾构推广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个很复杂、很麻烦。但是我们从国内里面是从大盾构由小盾构开始发展的。第一台超大直径的盾构隧道是北京东六环，当时采用的是同步双叶注浆工艺，也是国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应用双叶浆的这样大直径盾构的一个隧道。如果是旧的盾构，那么它确实是存在一个改造的费用，它原来是单叶浆的。那你现在变成双叶浆了，这套系统可能是原来要调整一下，这会发生一些费用。这个双叶同步注浆应该在经济上也应该是有一个竞争力的。你的实践下来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是的，首先，同步注浆如果是以水泥砂浆或者以厚浆为代表的这种单叶浆，那么跟双叶浆里面来对比的话，水泥砂浆你是没办法进行长距离泵送的。即便是我们用混凝土输送泵泵送的距离可能也只有几百米，但是我们的双叶浆呢，它可以通过管路进行长距离进行输送，并且我们可以把地面的半浆系统或者我们隧道内的这种半浆系统，把这个操作界面植入到我们的盾构的主司机操作平台，可以减少大批量的，比如说人工，包括我们的运输浆液的电瓶车的这些人员，那么搅拌站的一些操作人员，还有一些巡检方面的一些人员等等节省了大批的这个人力和物力。特别是现在我们有一个趋势，
比如说灯钩都是无人化操控是的。然后现在的管片的拼装呢，也开始这无人化拼装，测量的话也是现在也往那个方向努力啊。非常非常感谢你，我们今天交流的那些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同步注浆的这个技术。好了，今天的白云说水节目我们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次再见。